哇，这包裹也太大了吧！这真的很大，这真的很大。好厚哦。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这么大的包裹要装给什么车？哦又是 Defender， 对不对？又是哦，又是一台 Defender， 这个还是 Defender 110，110就是4门版本，正常的版本。现在看后轮柱翘很高，有哈，搭配7RPM等级，大概现在新车价在330万到340万之间呐。我们看到地上钉的东西，这一套宽体套件呢，据我所知，以前有玻璃纤维材质的，就是它是 FRP 做的，那个当然密合度就要很靠师傅手工去修。这一次这套不一样，这套是塑胶射出，看它的厚度哈，这保险真的都很硬。一般如果这塑胶保险挤很好挤，有没有？有。哦，这个真的很硬，它的模具用料真的很扎实，就是怎么挤哈，挤不太动。那这么硬的套件有个好处，有个坏处。好处是什么？密合度比较准。对，这就是我讲的好处的话是它准的话，平面这样做起来烤漆很容易做得漂亮，刚性度不错。但是如果万一不准呢？那就完蛋了，那就惨了，没有错，因为基本上你也调不了了。到底会装成什么样子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这毕竟是客户要求帮他装的、哦，这很全面的，你看看哦。前保杆、水箱罩、引擎盖还可以加长，爆龟、浪板、引擎盖上盖、屋顶灯、尾翼、后保杆、排气管全部改完，所以整台车都绕完了，对不对？这个铝圈现在已经是22寸的，这台车如果改宽体起来，应该是很漂亮。然后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拆空，全车拆空啊，开始，走。两件事其实蛮靠北的，你看这烤漆一块一块的，会不会很奇怪？本来就这样设计的。他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。我其实研究过国外好几个版本，他连官方的配色就是长这样一块块，这样贴分色，师傅这样贴得很干，东一块西一块的，你看每个都是这样。煮起来会好看吗？就这样子，东一块西一块的，很吃贴工啊，这真的是很搞刚啊。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看，反正我是照官方方式去做的啊，是跟车主讨论过的哦，到底长个什么样子，好不好？我也很好奇。哇，它这里面是空的，有点怪怪的，会觉得蛮丑的吗？我当你什么空间，它顶到了呢？你要加工，来这样。我们这网子已经都改好了。这个头弄到10几件呢。对哦，再加上这个。然后我们现在网子弄好，质感还不错啦。我们看一下会不会冲突到。过了。哦，这样比本来好看吧？有了哦，手工把它修出来的这个塑胶网，要不然里面本来看起来很空的。这里也是遇到温度之后它会开关，算是温度调节的这个东西。要不然这宽度多少啊？这个爆龟的宽度，车子宽度加多少？其实我们看一下这边大概就知道。我们看到3指应该5公分哦。轮子其实已经也是平啦，也不需要怎么样垫宽了。但上面这边出来轮子会进去一点，大概目前这样看3指是有的，所以这组宽体应该是加超过5公分。这轮子已经加大了，需不需要再往外垫哦？到时候装完了再来看。这组包裹应该是比较走视觉张力的，这边也会爆出来，到底爆多少出来？现在目前这样看，保杆真的蛮大的，而且这支保杆跟前保一样分了非常多件，很难搞。我看到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哎呦，红红的。对，这个是它本来的后雾灯，改这个保杆是没有这功能的。我们也想办法线路哦装回原本之后，把它固定在后方，两边的这个后雾灯功能都还是保留，原线路我们都没有破坏，后雾灯一样是会亮。待会还要把车子要贴膜的过来这边贴。我们的车主希望引擎应该是黑色的，那干嘛不用烤漆的呢？应该是这样说，因为毕竟这台车是原漆，如果车主想还原的话，是不是贴个膜？如果想试再跟他还原，贴膜的来做，再盖上新的引擎盖上去。反正他如果真的看腻想换，随时可以还原。美感到现在，其实我真的看图，我一下子
怪怪的。我还没办法习惯。真的，也许看到实车会好一点，我不知道。马上叫天母来这边帮我们贴个膜，贴在装引擎盖。Defender 又改好一台，对不对？这台好像比较夸张一点。对，这也是目前我们做过最夸张的一台。这次改装其实蛮全面的哦，全车空气套件，我们当初打开地上了30几件，非常多套件。现在已经装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来讲一下我们这次做了哪些努力，真的是非常难装的一台车哦。我先讲哦，我们现在看其实都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对啊。现在缝隙都漂亮，其实事实上在组装的过程中，因为它全车有贴犀牛皮啊，这个爆龟全部都是用粘贴的，它扣不住啊。它扣的在最下面，它不可能拉到最上面的，指望用贴的有点不切实际，因为犀牛皮其实真的贴不住，所以一直贴就一直翘。我们就最后呢，不得已呢，大概打几点除力框来做固定，其实总共粘了3次才把这台车粘漂亮。而在粘的过程中，其实非常吓人，整车像刺猬一样啊！看这个宽体，为了要把密合度做好，用尽了怪招打除力控。那不重要，反正最后我们还是把它装漂亮了。我们从车头前脸开始讲好了。Defender 110哦，就是4门版本，不是加长的4门版本。这个车其实这样装上去，它有个放大以后的感觉。这个水箱罩从这边看哦，侧面这边全部都是加出来的，这是引擎盖的部分哈，它把引擎盖加长，让整个鼻头做一个向前冲撞出来一个非常放大的一个，让它变得更粗壮。它不是只是向侧面做宽，整套的一个防撞4盖板，超大水箱罩的一个概念哈。这其实东西放在地上方方正正，看起来真的是不知道这台车装起来好不好看。整车装起来，车压低，铝圈换大，其实这样整体起来还蛮饱满，不错。Defender 的气压避震全部都是标配的哦，所以这个车确实是可以降低。可是这种降低呢，其实你只有在时速40的时候才有用，超过40它自动就升起来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因为其实他们 Defender 真正设计的用意是在让你低速的时候进地下室，车高要降低，属于正常行驶，它就会升回来。后车厢也是有一个功能，就是我们可以一键按让它更低，它可以更低的用意就是让你有时候搬货的时候，比较好上车。我不信啊。好，我等一下示范给你看。我们讲到后面示范给你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其实这次做的地方蛮好玩的哦。这个地方引擎盖我们也是整个本来是白的都变黑的，比较高级的，类似像犀牛皮这种亮黑的这个贴膜。贴膜之后再装上一块黑色上盖，才不会觉得一块黑色方形这样很丑。是哈，从上面贯穿到下面来做。所以引擎盖也只是个贴片而已哦。这个前保杆也不是只是外贴的，这个保杆等于是把它内衬跟外皮层层分开，超级难装的，那全部都散开，几乎就是快散掉了。装起来密合度其实还行，而且这套宽体的厚度非常的厚，扎实度其实很好，因为这套有点像盔甲一样很硬。它整套硬度真的，这真的扎实度是很好的。外扩的一个保杆的拉宽件哈，那当然这个里面雾灯还是保持原厂的，这个还是原装的。这种大型的涉水越野车，它没有装一个这个顶灯，它就不叫做跟上大家，大家都要装哦。G 卡也有，它也有，一样是走遥控路线的，我们按一下就有，按一下就没有哦，就是这样子，其实很简单。它会闪吗？我们取消了这功能了。哦，对，因为这个功能如果这样闪的话，其实事实上来讲是对别人的困扰。你要闪也可以啊，打电动，一个。会掉，会掉。哦，这不行，这不行。里面这个地方有网子，也是我们帮他改的，你记得吗？有。它原本这里面一眼看穿，其实真的质感还不太好。我们把它改成塑胶网，消光的，跟这下面一样做原厂搭配。你也没觉得什么奇怪的东西啊？也不会啊，蛮搭的。看不过去还是要动一下。侧面就是一个超级大的爆龟，尺寸这样看哦，大概已经有，我觉得这个大小应该有15公分，大概只有出来这么多。但是因为它向上爬，它爬得非常巨大，然后很挺，所以让人家觉得这个龟很大一块。这宽度是真的是有做出来，效果有。车主之前就改好了，这一组铝圈呢，就是原厂是20寸的，这直接升级成22寸的锻造圈了。然后里面的这个卡钳也改过，有看到哦，搭配成蓝色，这看起来应该是大6的，尺寸我不清楚，因为这个车主已经先改过了哈。这个车现在目前是压低状态，这样看其实看起来蛮饱满的。这个锯齿状我是看不是很懂，老实讲哦，它如果全部都同色，可能也是不知道会不会太单调。反正原则上车主希望我们把这个地方做双色，其实这样看哦。还可以，其实这个部分要做双色烤漆是蛮辛苦的。前后4个门都有这开门的迎宾灯，反正就耍帅吧。这迎宾灯试一下，开门的时候会亮，有看到了哦。配合电动踏板，有看到吗？开门的时候电动踏板会打开，电动踏板也是改装好的了，不用爬那么高，直接这样踩就可以上车，强度也还不错。关门。升回去，然后灯关起来。哇，好帅哦！好，我们再讲到后面，后门是不是分2间的爆龟？开门里面有做内衬，来看一下。让你看到这开门这块不会觉得很突兀，它把这一块也是另外一块盖板可以装上去，因为原本的里面是平的，这边会有很大的破口，所以如果你这块不改的话，这边会非常丑。这一块，因为这边拉出来之后没东西收尾，索性就做了一块这个盖板给你这样换，所以目前这样开门其实看质感也还不错。好，后面卡钳也改咯。大4活塞了，前6后4应该是确定，配上蓝色的涂装，铝圈卡钳通通都加分都给到，其完整性也是非常的高的。有没有？这只尾翼又跟上次版本又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它一样会让这个原本的第3刹车灯会亮起。哦，有了，有反应了。
帮他把这个雾灯重新固定回去哈，原本的功能完全把它保留起来。汽油版本呢，但是这个排气管的口径不一样，这排气管也是手工帮它烧。 但是烧完了还是可以拆装的，我们把它修改到不是烧死。哦，这样还蛮贴心的。是啊，这样子的话，等于说如果他将来想换管了，还是可以一样可以拆换。包含这个后下也是另外可拆的，一件式可以装。这后保大概分成了4大件哈，去做一个组装。不是说后面会升高吗？是时候表演对啊，这真正的技术了。个设计其实蛮贴心，我带你看一下你就信了。来看这边，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按钮？哎呦，真的有，对不对？要让它升高，有吧？哦有哎，有嘞哦。如果我们要搬东西，有时候不好上去的时候，就直接按这个。 这个耍帅呢，也只限于40以内，超过40一样升起来。其实这个车的压低哈，不是为了耍帅，是为了让你贴地下室或搬东西。那全车的这些细节的密合度，我们能够尽量帮它修正的，包含这上面的缝，其实都做得算蛮漂亮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对，它整车现在目前这样做的缝，其实啊都是蛮均匀的。哦，我现在目前最刺眼的是这一块，来看这边。 但这块不是我们的问题了，这个是原厂的钣金叶子板比较高，所以它高低是不一样的。除了这地方比较有点高低误差之外，其实目前这样全车的这样缝这样做起来，其实还蛮均匀的啦。谢谢大家观看我们这一集哦 ，Land Rover 改宽体全车宽体大铝圈这个改装特辑，谢谢大家观赏，谢谢。改车及制作影片不易，非常耗时耗工，续集请耐心等候。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谢谢您的观看与支持。